西方的制裁正在缓慢而确定地削弱俄罗斯的实力，普京将怎么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天少。在俄乌冲突进入1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俄罗斯与西方在经济战层面的较量，因为西方制裁是否有效，将直接决定俄罗斯的战争潜力。之前在互联网上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有能源、有粮食、有工业基础，所以就根本不害怕美国推动的极限制裁。其实这是一种对现代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误解。现在可以明确地说，西方的制裁肯定对俄罗斯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认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作用不大，是基于一种论点，即西方制裁未能结束普京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所以制裁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么看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俄罗斯当前的选择就是不接受军事失败，而且愿意在经济发展上承受一定的损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公布的相关数据证明其经济拥有非凡的韧性。普京认为俄罗斯经济要比预期的好，比西方国家期望的更是好的太多。俄罗斯经济对制裁表现出的韧性取决于宏观经济指标。根据初步的数据，俄罗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2.5%， 这与美国推动制裁时西方预测的 20% 的下降幅度相去甚远。卢布呢也曾经一度走强，俄罗斯的失业率为 3.7%， 只有270万俄罗斯人失业，这的确是个历史新低。但是这些表面亮眼的数据之下，形势可能并不乐观。据俄罗斯财经媒体公布的数字显示，在2020年末，俄罗斯有近500万工人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因为其中 70% 的人休无薪假。这实际上相当于有 10% 的俄罗斯劳动力正在失去工作的过程中，这一点仅次于1990年最糟糕时的 13% 的失业率。而且当前欧洲天然气和石油价格的暴跌，将在未来几个月严重冲击俄罗斯财政，进一步恶化相关的产业处境。自普京推动天然气卢布和石油卢布以来，俄罗斯的货币看起来非常走强，但是受管制的外汇兑换量非常小。坚挺卢布背后是进口的暴跌，也就是说，卢布走强原本与俄罗斯能源出口价格坚挺有关，是行政干预外汇的结果，存在着虚假繁荣的成分。这与中国的人民币在疫情后的走强，主要是看好中国经济复苏的情况完全不同。实际情况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以外的出口收入在2022年10月就已经下降了 20%，2023年可能会进一步暴跌 50%。比如直接和间接为35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俄罗斯汽车工业产量在2022年时暴跌了2%。俄罗斯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是 12%， 或许也不能正确反映经济恶化对民众的影响。俄罗斯私人机构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称，68%的俄罗斯人注意到过去3个月里商店中提供的商品供应在减少。另外，只有 23% 的俄罗斯人认为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处于良好状态。你也可以理解为 77% 的俄罗斯人收入情况在变坏。2022年，俄罗斯的资本外逃估计高达2510亿美元，这个损失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到底还有什么办法来改变目前因为受到西方制裁而变差的局面呢？说实话，办法虽然有，但是距离完全解困还差得比较远。俄罗斯目前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有这么几个：一是积极推动国内工业的发展，以减少对西方制成品进口的依赖；二是将贸易和投资流量重新导向亚洲；三是从土耳其等国采购半导体和其他商品，以规避西方的制裁。比如俄罗斯现在每个月通过土耳其进口的西方重要商品就超过10亿美元，是原来的2倍。四是加大向中国和印度的出口。目前中印两国正以大幅折扣购买廉价的俄罗斯原材料，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和原木。但是这与俄罗斯努力发展的制造业没有直接关系。总体而言，俄罗斯因为西方的制裁
国力正在被削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俄乌冲突不仅影响到欧洲，而且呢是一场改变世界战略格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俄罗斯经济虽然遭到了严重打击，但这并不等于俄罗斯会在乌克兰战场上认输，因为同时受到考验的也包括那些在乌克兰投下赌注，并且利益严重受损的西方国家。俄罗斯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关键产业链上过于依赖西方，最终会变成整个国家的软肋。我们不能把美国人想得太好了，认真搞好国内的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国防建设，建立健全自己的工业体系和生产供应链，才是应对世纪大变局的上策。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